两个男人正在野外烘烤着什么，肥美的肉块被炭火烘得滋滋作响。这些诱人的食物，就是他们忙碌一天捕获到的山珍野味。那么，这些山珍野味究竟是什么货色？如果你知道他们的名字，你还敢吃吗？今天童心未泯的李大爷带着侄子李小帅到野外寻找山珍野味，既可以增加家庭收入，同时也可以享受自己酷爱的丛林野炊。即便是天公不作美，下着毛毛细雨，也无法阻挡李大爷他们炽热的内心，想寻找到山珍野味。两把趁手的铁铲必不可少，他们很快就来到河边的一个小山坡开挖起来。李大爷转眼间就在洞穴里抓住了猎物的尾巴，他小心翼翼将洞穴周围的泥土挖开，为了防止猎物咬到自己，于是他先用右手扯住猎物的尾巴，左手则顺着尾巴往上按压住猎物的身躯。一只硕大肥美的山鼠就这样被李大爷从安逸的洞穴里揪了出来。而此时小帅也同样在右边的山坡上挖掘猎物，只不过他好像遇到了麻烦。一只在洞穴睡得正酣的山鼠被小帅突如其来的骚扰捕捉，显得异常愤怒。他抱着鱼死网破的决心，也要将侵略者咬上一口。被咬的小帅估计也要跟李大爷好好的学习一下，要怎么才能安全捕捉山鼠的技巧了。毕竟姜还是老的辣。此时我有一个疑问，像这种伤口需要去医院注射狂犬疫苗吗？有知道的朋友可以留言告知一下。在旁的李大爷对于小帅被咬之事似乎并没有过大的惊讶反应，依然在山坡上使劲地挖掘洞穴。也许在他看来，猎捕山珍野味被咬上几口再正常不过了，只要猎物没有毒性，一切问题都不是问题。小帅果然也是一个猛人，被咬之后非但没有一丝惧怕，反而越挫越勇。他拿着铁铲继续挖掘刚才的洞穴。看来小帅这次真的怒了，他要把刚才咬他的山鼠哥的家连根拔起。小帅很快用铁铲按住了一只山鼠，然后左手顺着铁铲往下按住猎物。这次小帅学乖了，直接拿捏住山鼠的后脑勺，以免山鼠来一个反口就咬。与此同时，为了防止洞穴里面还有山鼠的家族成员逃跑，小帅还是拿起一块泥巴将洞穴口暂时封住，把山鼠放进笼子之后继续开挖。而此时的李大爷已经在几棵芭蕉树的树头下找到了另一个山鼠洞穴。熟练的手法加上胆大心细操作，李大哥毫无吹灰之力连续生擒了2只山鼠。此时关在笼子里的山鼠应该有10来只左右了，但李大哥他们似乎并没有打道回府的想法。尽管天空还下着小雨，小帅捕捉山鼠的热情依然高涨不减。他放下铁铲，开始在另一边的小山坡拔草寻找洞穴，做事冲动，毫无章法，差点摔成落汤鸡，就连自己也没能忍住笑了起来。这何尝不是乐趣之一呢？小帅很快就把山坡上的杂草枯枝清理得一干二净，很快就发现一个新的山鼠洞穴。他立马拿起铁铲开始大发神威。为了防止洞穴里面的山鼠逃出来，用几块泥巴封住洞口是最好的选择。紧接着就在洞口下方开始动工。而此时李大爷拿着一袋野蛇走了过来，这是他今天早上在野外捕获到的猎物。由于本人比较害怕蛇类，所以李大爷捕蛇的过程我就不剪辑出来了。这次李大爷又是徒手上阵，依然在几棵芭蕉树下面东扒西挖。几乎同一时间，他们2人都顺利抓到了一只山鼠。山鼠又名山地鼠，体长约17厘米，尾长短于体长。它们大多数都以香菇、竹根、竹笋、地瓜等为主食，故此很多当地人也称为香菇老鼠。它们善于打洞，性情凶猛，且很贪婪。山鼠和躲藏在人类家中的老鼠不同，虽然同属鼠类，但山鼠比老鼠更肥壮、更庞大。江西、福建等地素来就有吃山老鼠蜡的传统，用文火加上少许的谷糠，慢慢的烘干之后，配上油盐酱辣及砂糖、老姜、葱蒜、茴香等佐料烹调，吃起来脆中带韧，咬劲十足，回味无穷。不过估计很多人都不太敢吃，特别是国外的朋友。突然，小帅在洞穴挖到了2只山鼠，从镜头里可以看见，瑟瑟发抖的2条尾巴尽显眼前。不过很快也成为了笼中之物。这片区域的山鼠，今天绝对是悲催的一天。他们不但要承受猎人的拆洞猎捕，甚至要遭受满门咔嚓。看看这满满当当的铁笼子，里面都装满了数十只硕大肥美的野山鼠。尽管它们如何挣扎狂叫，
都难逃今天被宰的命运。自从小帅被第一只山鼠咬过之后，再也没有失手过了。毕竟吃一堑，长一智，谁也不想无缘无故被咬上一口。这时，小帅拿起铁铲往洞穴口一铲下去，一只被铁铲戳中的山鼠痛得鬼哭狼嚎，伸手抓它的时候，立马展示凶猛的牙齿。不过在小帅绝对的实力面前，龇牙咧嘴的山鼠显得那么苍白无力。鼠心惶惶的山鼠们为了躲避小帅，他们刨坟挖洞，都已经躲在离河水最接近的洞穴了。但小帅还是不依不饶地继续挖掘，是要报复山鼠哥的一咬之仇。一只藏在河边洞穴的山鼠就这样被小帅洗干净之后收入笼中。时间1分1秒的过去，铁笼已经没有多余的空间可以塞下其他的山鼠了。李大爷和小帅今天的捕鼠行动也随即暂停，他们今天确实收获满满。这既是李大爷的谋生工作，同时也是他童心未泯的特有心态。已经劳累一天了，接下来当然要野炊一番了。李大爷拿着铁铲在平地上开始挖坑，而小帅则拿着山鼠来到小河边，开始去毛、开膛、洗净。当然处理的画面就不展示了。李大爷捡来木柴开始生火，不过湿润的泥土也为他生火带来了些许困难，连续用打火机点了好几次才把火生着。不到一会功夫，6只硕大肥美的野山鼠就这样被李大爷放在铁网上烘烤着。随着烘烤的时间越来越久，山鼠肉也不时发出滋滋作响的油炸声。李大爷为了保证山鼠不被烤焦，他必须在火堆旁边不停地用剪刀将山鼠来回翻动。看着李大爷满脸的笑容与满足，就可以知道他是在享受生活。即便目前生活如此艰难，但他还是乐在其中。经过1个多小时的烘烤，美味可口的荒野大餐终于可以开动了。先来一口白饭，清清口味，接着便是今天的主角山鼠大宴。一口下去，肉质细嫩却略有嚼头，沾点小辣椒调料，使得山鼠肉麻而不木，辣而不燥。再配上几口白米饭，真是口语齿一流香，甚至连闻到那浓郁的烤肉香味，就已经让人垂涎欲滴，欲罢不能。越吃越想吃，就连骨头里都香飘四溢，直至肉光骨嚼。吸进汤汁味料，方能一一作罢。这就是属于李大爷的野炊烘烤山鼠肉大餐。镜头前的您，敢试几口吗？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喜欢我的视频，点个赞加关注。下一期我们不见不散。